俄罗斯以影响俄罗斯安全为由，频繁找波罗的海国家的麻烦，其小心思人尽皆知。为此，波罗的海国家开始构筑波罗的海防线，以预防和阻止未来可能存在的俄军入侵行动。波罗的海国家发出的警告是怎样的？都进行了哪些防俄措施？本期火力军就为大家详细报道一下。据法新社2月13日报道，爱沙尼亚情报部门负责人考波罗辛给盟友来了一剂防俄针。13日，他警告称，虽然由于俄罗斯正在进行军事改革，2024或接下来几年，爱沙尼亚不太可能受到直接攻击，但他认为俄罗斯会向北约展示自己在军事的优势，所以其对邻国的攻击可能会演变成与北约集团更大范围的冲突。而首个遭袭的地方可能就是北约防线最脆弱的部分——波罗的海国家。类似的预警，德国和北约的领导人也都曾发出过。如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曾表示，欧洲国防工业有5到8年的时间来增加所需数量的武器产量。又或是德国外交事务委员会曾警告说，北约国家有6到10年的时间来准备与俄罗斯的潜在战争。可见俄罗斯的威胁早已深入人心。另据西班牙先锋报2月13日的报道，在题为俄罗斯瞄准波罗的海的文章中说，因为亵渎和破坏俄罗斯的历史记忆的罪名，莫斯科宣布通缉了爱沙尼亚总理卡拉斯、国务秘书彼得科普、立陶宛文化部长以及拉脱维亚的几位部长和议员。这或许预示着俄罗斯准备进一步与北约展开军事对抗，而波罗的海国家正在成为继乌克兰之后的新目标。至于俄罗斯指控的莫须有罪名，应该和一些历史原因以及近期的波罗的海3国针对俄罗斯的政策有关。波罗的海国原是苏联的加盟国，上世纪90年代初脱离苏联独立。当然，3国至今仍认为他们是被苏联吞并的，而不是和平加入苏联。如果从1940年开始算起，苏联控制波罗的海3国长达50年之久。3国对苏联以及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反感自然是非常强烈的，加上近期波罗的海3国修改了一些针对俄罗斯人的政策，如拉脱维亚移民法先前的修改，规定了俄罗斯公民的永久居留许可将于2023年9月失效，且多了一道获得欧盟永久居留身份的程序，其中还包括需要在2023年11月30日之前通过拉脱维亚语言考试。又或是拉脱维亚公民和移民事务办公室于2023年12月表示，拉脱维亚将驱逐约1200名未能在截止日期前申请新居留许可的俄罗斯公民。这些突然修改的政策，明面上感觉就是普京咽不下这口气，所以就以通缉的形式进行了反制。但火力军觉得这更像是俄罗斯在为可能袭击波罗的海国家提供借口和舆论。毕竟俄罗斯长期以来一直都在以保护其同胞为借口，试图为未来波罗的海国家的冲突升级创造信息背景。如自2023年5月以来，俄罗斯开始指责波罗的海国家宣传和美化某某主义等。爱沙尼亚情报部门也称，俄罗斯这种通缉报复行为是其准备与北约进行军事对抗的又一步，通过舆论战激化矛盾行为，来为未来与波罗的海3国的冲突升级埋下伏笔。但包括战争研究所专家在内的许多分析人士则认为，俄罗斯有一个更大的计划，其真正目标是削弱甚至摧毁北约集团。像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波罗的海国家，仅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垫脚石。甚至有 ISW 成员相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俄罗斯才会在2022年与乌克兰开战。从目前情况来看，俄罗斯针对波罗的海国家的行动尚处于舆论战阶段。至于何时会采取武装行动， ISW 表示，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俄罗斯对波罗的海国家的袭击迫在眉睫，或将在不久的将来发生。因为以目前俄罗斯的经济和军事现状来看，是无法支撑其开辟第2战场的。
不过，一旦有俄罗斯盟友对其资助，以获取地缘冲突的相关利益，波罗的海三国的战争风险将会急剧攀升。为此，波罗的海三国已经开始构筑防俄线，以备不时之需。那么，都有哪些防俄措施呢？今年开年，波罗的海三国的国防部长就宣布，将在与俄罗斯接壤的边界修建防御性掩体，来阻止和击败一直在东北欧引起担忧的俄罗斯入侵。这修筑的防御性建筑群统称为波罗的海防御区，也是北约集团在东欧的第一道防线。那么，要修建多少掩体呢？考虑到这些国家与俄罗斯的边境，以及许多几乎无法通过的森林和湿地，像爱沙尼亚官员预估，光他们就要建造约600个，面积为35到37平方米，可容纳约10名士兵，能够承受大口径炮弹冲击的混凝土掩体，来防止俄军进行假想的入侵和占领。据悉，整条防俄线将由上千个这样的掩体组成，并且搭配铁丝网、壕沟、反战地雷、龙牙等障碍物进行迟滞阻绝。至于他们为什么会选择修筑掩体的方法，是因为通过俄乌战争，他们发现夺回已经被占领的领土非常困难，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像最早的亚速钢铁厂的战斗，位于马里乌波尔市的亚速钢铁厂占地约有11平方公里，在冷战时期就进行过大规模的军事化改造，如地面有40到50栋钢筋混凝土建筑，能提供许多可供藏匿的火力点位置。地下有25米深的6层超大空间，以及长达24公里的隧道，可以抗击核打击。加上厂区内部空间狭小，不利于大规模部队和重型机械化装备的展开，以及在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后，乌军一直在该地储存粮食与弹药，将亚速钢铁厂当作为马里乌波尔最后的抵抗阵地进行建设。所以在2022年战斗打响，钢铁厂被围困后，乌军就以亚速钢铁厂为据点，展开了积极的战术防御，以1:4的兵力缠斗俄军到5月17日，牵制了俄军当时大部分力量，使其无法北上协助顿涅茨克市的俄军完成对顿巴斯地区的包围。又或是敖德萨的地下工事。敖德萨地下石灰岩的天然地势在经过多年的人工开凿后，形成了规模庞大且走线复杂的地下隧道。其作用如二战时期苏联军队曾利用敖德萨地下隧道成功驱逐了占领敖德萨的德军。冷战时期，为了防备美国和北约进攻，敖德萨在这些隧道的基础上又加固修建了2500公里长的地下工事，用来抵御核打击。在俄乌战争爆发后，由于忌惮敖德萨庞大的地下防御网络，俄军始终没有对敖德萨发动大规模的地面进攻，始终以远程打击和封锁手段为主，这也间接导致了黑海舰队莫斯科号的沉没。除此之外，在俄乌战争中，像顿巴斯、扎波罗热、阿夫迪夫卡等地区，乌军也构筑了大量防御性工事，包括堡垒、地道和坑道等，均对俄军造成了大量伤亡。当然，俄军构筑的苏罗维金防线也为乌军2023年6月的反攻带来巨大的困扰。通过这些实际战场情况，波罗的海三国看到了坚固的防线对于战争防守的重要性，所以他们就希望在本国建立起更加高效且坚固的防御阵地。他们认为，只要修筑了这些防御阵地，就能大概率改变俄军作战方向，避免他们地区军事冲突的发生，更能让他们作为北约防俄前线更加安全。爱沙尼亚国防部防御准备副秘书苏珊·拉利在15日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反机动性和设防措施可以剥夺敌人在波罗的海国家领土上迅速推进的可能性，并在军事入侵的情况下阻止敌人在我们的边境停步。此外，乌克兰和波兰也对防御工事表现出了兴趣，现已在其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边境上配备了避难所和防御结构。唯一让火力军感到担心的是，北约突然改变以往的分层防御战略，转向阵地防御，会不会造成对敌指挥所和补给线的打击不足？而除了修筑防御掩体外，波罗的海三国已经要求北约部队驻军开始修建防御俄军的波罗的海防线。根据英国《泰晤士报》消息显示，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三国已经要求北约部队驻军来构筑防御俄军的波罗的海防线，全面加强薄弱的北约侧翼。
其中，德国已经宣布将最少派遣1个整编旅入驻，而且据此前德国联邦国防军的一份秘密文件显示，德国很早就对俄罗斯对波罗的海3国可能的冲突升级路线图进行了分析，并开始为俄罗斯可能在2025年夏天攻击北约东翼的情况做准备。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在频道里寻找这个视频观看。而除了德国外，瑞典也计划向拉脱维亚派遣800名士兵和装甲车辆组成的地面部队，加上此前北约要求成员国国防开支要达到2%的最低标准，北约或将在东翼组建最坚固的防俄线。更何况还有接受了数千亿美元援助、组建了100万军队的乌克兰在前对抗。俄军想要搞突袭1挑2，有种自取灭亡的感觉。当然，北约选择波罗的海3国充当防俄前沿，除了他们与俄罗斯有上述的因素外，还具有一定的地理优势。如爱沙尼亚位于波罗的海以东，芬兰湾以南，芬兰湾是俄罗斯最大港口兼旧都圣彼得堡唯一的出海口。圣彼得堡的军舰想要进入大西洋，就必须要经过芬兰湾海域。虽说俄罗斯军舰走的是公海，但由于公海距离爱沙尼亚实在太近，只要有需要，北约在爱沙尼亚的海域完全有足够的能力给俄罗斯军舰制造大麻烦。爱沙尼亚的东边还与俄罗斯的列宁格勒州、普斯科夫州接壤，但双方的边界划分，其北部是纳尔瓦河，中部是佩普西湖，再往南是普斯科夫湖。从纳尔瓦湖到普斯科夫湖，爱沙尼亚与俄罗斯都在水上划界，普斯科夫湖以南才是爱沙尼亚与俄罗斯的陆地边界。这样的地理条件决定了俄罗斯军队要进入爱沙尼亚，虽说不至于千难万险，但军队过河流湖泊总会放慢速度。可以说，爱沙尼亚拥有天然的防御壁垒，反过来亦然。北约和爱沙尼亚军队只需沿河湖建设岸堡，狠一点再要到铺设水雷，恐怕一艘的俄军军舰也放不过去。即便俄军搭船进行抢滩登陆作战，北约拥有不同射程范围的火炮，足以对其造成巨大伤亡。其次是立陶宛，它在波罗的海3国中的位置属于最南端，不与俄罗斯本土接壤，两国之间夹着一个白俄罗斯。即便白俄与俄罗斯关系再密切，但总归是两个国家，俄罗斯要跨越白俄进攻立陶宛，总归是不方便的。至于立陶宛西南部的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总面积才 1.51万平方公里，战略空间相对有限，俄罗斯很难从加里宁格勒州进攻立陶宛。再者，加里宁格勒州与立陶宛的边界大部分都是水上边界，同样易守难攻。至于夹在中间的拉脱维亚，恐怕是俄罗斯最易进行的方向。相对爱沙尼亚和立陶宛，拉脱维亚与俄罗斯的边界没有大河与大湖为界，多视为陆地边界。如拉脱维亚的西部有维泽梅高地以及维泽梅高地以东的丘陵地带，但是这些高地和丘陵实际上并没有多高，海拔最高也不过311到312米。俄军最有优势的机械化部队想要趟过这样的地形，应该不是很困难。这也是为什么瑞典会选择在派兵至拉脱维亚防御的原因之一。等北约在波罗的海3国的军队部署完毕，届时加拿大领导的北约加强型前沿驻军战斗群将成为抵御未来俄罗斯对波罗的海国家地面入侵的第一道防线。好了，关于波罗的海国家的防俄措施，大家有什么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